和平攻势不和平，联大通过涉乌决议，中方弃权了，提出了4点看法，这才是大国该有的责任感。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川 Talk。不知不觉俄乌冲突已经正式跨过1周年的门槛了。相信对战况有一定关注的网友们都知道，俄乌双方正在准备一场可能奠定胜局的大决战。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联合国那边突然又有了动静，包括乌克兰在内的75个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攻势决议草案。但这份名为和平攻势的决议，或许并不跟它的名字一样和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决议内容来看其中所提出的各项条款，基本都是从乌克兰及西方国家的角度出发，完全忽略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比如单方面要求俄军立刻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停止敌对行动，却对白俄罗斯提出的让西方停止对乌军援、让乌克兰停止袭击顿巴斯等修正案视而不见。这种双标作风又如何能够让俄罗斯服气呢？俄罗斯不服气，就不可能跟乌克兰停战，总要打到一方心服口服为止。而在那之前所谓的和平自然也就成了空谈了。也难怪俄方代表会认为这所谓的和平攻势实际上就是又一份反俄决议了。要知道，论在国际上的支持度，俄罗斯明显不是美西方的对手。这份和平攻势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然是不利于俄罗斯的，赞成票高达141票，仅有俄罗斯等7个国家投下了反对票，而中国等32个国家呢，则投下了弃权票。虽然这份和平攻势最终还是通过了，但在我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信号。一方面，虽然挂上了联合国的名头，但这份决议本身是没有多少约束力的。也就是说，通过了这份决议，也不可能真的让俄罗斯撤军，让俄乌开始和谈，反而会进一步刺激到俄罗斯，让世界局势更加的不安稳。就这一点推动决议通过的美西方想过吗？还是说他们想过，但又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战火烧不到他们自己头上呢？另一方面联合国本身的权威性，正因为这一次次通过了但没有起到作用的决议而不断被消耗。联合国是什么？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是用来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争议和冲突的地方。但美国一次又一次地操控绑架了联合国，推动各种针对俄罗斯的决议通过，这是为了解决问题吗？显然不是，他甚至是在激化矛盾，只是想让俄罗斯觉得自己被全世界孤立了，打击俄罗斯的国际威望罢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不惜借着自己的舆论霸权，玩起了谁声音大谁就有理的把戏。这落在其他中小国家眼里他们会不会觉得俄罗斯身为5常之一都被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整的是毫无还手之力？那他们这些更弱的国家又如何能在联大上得到公正的对待呢？这种想法一旦蔓延开来联合国本身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所以中国才投下了弃权票，并提出了4点看法：俄乌应该尽快停战，对话谈判才是唯一解。国际社会应该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要谋求共同安全和持久和平。包括后面发表的中国立场文件，其实都不仅仅是为了促使俄乌解决危机，更是为了维护联合国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这种大国责任感才是某些国家稀缺的东西。对此，各位网友有何意见呢？欢迎大家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